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家博。LPL 夏季赛马上开始了，转会期的憋气大赛还在继续。在昨天，有3支战队进入决赛圈，他们分别是 GDG、AL 和 FPX。大多数人预测 FPX 会成为转会期憋气大赛冠军，结果几天 LPL 果然出现了这样的剧本。GDG 和 AL 先后公布了自己的新赛季阵容大名单，但是 FPX 战队这边还没有正式公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观众们也是发现了一个惊喜。先来为大家翻译翻译这个惊喜。这个惊喜来自于 AL 战队的夏季赛人员大名单。在这个名单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名字，可见影子 Aliren。 这是 S3 时期 IG 战队的打野选手。在当时，影子是 IG 5个选手中存在感最低的，为人也最为低调。IG 战队俗称老油子战队，几个选手退役之后都过得很好，其中笑笑率先退役，在解说行业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，之后在直播行业中做大做强，然后 PDD 选择退役。 PDD 几乎可以代表所有英雄联盟退役选手转主播的巅峰水平，积攒了大量的财富，目前已经不再将主播作为自己的主业。然后 IG 的双子星坚持打了很久的职业，最后也都转战主播，都挺不错的。但就是这个影子一直是了无音信，在打职业的期间，影子并没有展现出特别顶级的竞技实力。他最后一场比赛定格在了15年6月，在 IG 的2队 YG 打的，距今已经有7年之久。这7年，影子就像是失联了一般，除了有一段时间和 IG 选手直播之外，就直接消失了。然后就是 FPX 的事情了。FPX 战队为啥迟迟没有公布大名单？这一点观众们一直都想要知道，或者说想要确认一下。转会期中关于 FPX 是有爆料消息的，这个消息是说 FPX 战队将会引入韩国上单 Samant。 这个上单在今年春季赛去了 LCS， 拿了常规赛 MVP。 这个选手的实力确实是很强的，但是要来中国的话要耽误不少时间，估计一开始不能上场。还有就是 FPX 这么久都不公布，难免有人怀疑是不是出现特殊情况了，还是说 FPX 还有其他的惊喜要告诉大家？之前 BLG 和 RNG 互换上单的时候，曾经有圈内人士爆料说后面还有大瓜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大瓜只可能是 FPX 了，要么是 Samant， 要么是其他的选手加盟。大家都知道，以往韩援确实很强，现在 LPL 能成为第1赛区，韩援确实有很大功劳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现在 LPL 很少依靠韩援了，主要是现在 LPL 也有很多优秀的国产选手，况且国产选手的竞争压力更大。在这次转会期中，很多队伍都是选择从 LDL 挑选人才，但是 FPX 这个战队确实是比较迷信韩援。关于 FPX 引入韩国上单 Sarment 这件事，杜云碧也进行了爆料。杜云碧在直播中表示， FPX 新签一位韩国上单，中单 Glory 要走了，本来想换个中路，但中路不好找，他们找的中单别人也不卖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用以前的中单。韩国上路早都签了，他好像跟 Rocky 一块过来，差不多是6月底或7月初，上路只签了半年。我不是开团，但是说实话，那个上路如果是7月初过来的话，隔离结束是7月中旬了，他比赛最多只能打1个月，万一 FPX 成绩差的话，他就打了1个月就回韩国了，有可能是这样。随后杜云碧又接着表示，他在等签证，应该是跟 Rocky 一块过来，签半年，打比赛时间最多1-2个月，如果进世界赛的话，7月过来打到10月还好，但是万一没进世界赛，冒泡赛都打不了的话， FPX 签的是半年，可能打1个月的比赛，但还要给半年的工资，这就不太好说了。杜云碧言下之意就是没进世界赛，这名韩援上单就赚到了。对于 FPX 还在坚持买韩援，很多网友也是有着不一样的说法。有网友就认为，只要出成绩，不管是不是韩援其实都不重要，就怕买了韩援结果还没出成绩，这才是最尴尬的事情。
所以说电竞行业还是要看成绩，没有成绩啥也不行。其次，现在确实有很多国产的优秀选手，也没有必要去迷恋韩援。以上的2个消息中，阿博比较期待的是可见影子的回归。本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影子已经不会再从事英雄联盟有关的职业了，但没想到这么多年他一直还关注着比赛，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助理教练。阿博认为影子退役之后没有良好的资源还是挺可惜的。之前老 WE 和老 IG 这10个选手，只有影子是没能在退役之后受到更多的关注，感觉因为性格比较内向，所以直播效果也没有那么好，很快就没有再和 IG 的选手进行联动了。如今影子以教练的身份重回赛场，正常来说助理教练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的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AR 俱乐部的一些幕后视频什么的，看看是否有关于影子的部分。然后关于 FPX 战队这一块，如果引入 Summit， 阿博认为短时间内 FPX 不太容易打出好成绩，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间，而且中野强度没有那么高。与此同时， LPL 官方也是发布了夏季赛的赛程，常规赛持续2个多月，和春季赛一样的节奏。首先是揭幕战，由 IG 和 WBG 在10号下午打响。IG 虽然换了队员，人气也不如从前，但是没想到他们又来打揭幕战了。这次最大的看点应该是 The Shy 再次迎战老东家。虽然从实力上来看 WBG 强很多，但是 WBG 一直不是一支稳定的队伍，所以结果在正式比赛结束前还都不好说。IG 和 WBG 的比赛打完就是 FPX 和 EDG 的比赛，2支世界冠军战队的对决。后面的周末2场重要赛事分别是 GTG 和 TS 的强对决，以及 BRG 和 LNG 的大战。而 RNG 的第1场比赛则是安排在17号。RNG 因为刚刚打完 MSI 没多久，队员们需要调整和休息，所以他们的第1场比赛比其他战队晚1个星期，也算是可以理解的。对手是 FPX， 在夏季赛进行人员变动后，实力如何暂时还没有定论。而夏季赛常规赛的收官战则是由 UP 和 WE 来收尾。当天前1场比赛是 RNG 和 LGD 的对决，常规赛从6月10日一直打到8月14日。首先是因为亚运会取消了， LPL 夏季赛的赛程自然是不需要那么赶了，所以2个多月打完常规赛，然后季后赛再打1个月，差不多9月份结束，开始备战10月的世界赛，还是正常的流程。其次是综合来看， BRG 这边的黄金档赛事安排还是比较多的，虽然没有了 UZI， 但是并加入了，还有刘青松的人气， Doggo 也有很大的关注度，不管是粉丝还是黑粉，所以关注度高了，自然赛程安排的时间就比较好。像 RNG 和 EDG 也基本上都在黄金档，像是 RNG 和 EDG 也基本上都是在黄金档。最后就是揭幕战 IG 和 WBG 的比赛，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看好 WBG 的吧，毕竟账面实力很强，而且最近骚粉在韩服 rank 中的排名也很高。当然 IG 也是有潜力的队伍，只是不知道经过这个休赛期他们磨合的怎么样了。期待揭幕战双方带来的精彩较量吧。